全球目光都被 B-21、轟20這類有人轟炸機吸引時，12月15日，中國的彩虹7高空高速隱身無人機在西北某機場成功首飛，估計美國五角大樓都懵了。最近2個月，中國先有攻擊11編隊飛行，後有9天無人機航母首飛，現在彩虹7又來了，做 PPT 也不帶這麼快的。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際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當今世界能夠獨立研發非意識氣動布局隱身無人機的國家本就不多，而在研制體量更大、隱身性能更強且具備跨洲際飛行能力的大型及超大型非意隱身無人機領域，全球範圍內更是只有2個國家能夠實現，那就是中國與美國。近期，中國搶先推出了一款新型隱身裝備，更是讓美國都坐不住了。12月15日，中國西北某機場，一架黑色塗裝、造型獨特的無人機順利升空。緊接着，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第11研究院發布視頻，正式確認，這便是軍迷們盼了許久的彩虹7高空高速隱身無人機。它的成功首飛，標誌着又一個曾經出現在珠海航展模型台上的概念產品正式進入了真實飛行階段。通過視頻畫面中現場人員與機身的比例對比，不難看出彩虹7的長度大約在10米左右，但它的翼展達到了22米。這種大展顯比的設計，一眼就能讓人聯想到美國的 B-2和 B-21隱身轟炸機。作為典型的非意識布局機型，它取消了傳統尾翼結構，機身整體呈現平滑的三角形態。這種設計能將雷達波向多方向散射，從而大幅降低被探測的可能性，這也是它隱身性能的核心優勢之一。結合珠海航展公開數據推算，彩虹7的最大起飛重量約13噸，這個量級恰好處於重型戰鬥機與輕型轟炸機之間，它的爬升高度可達 1.6萬米以上。在這個高度區間內，大多數防空火力已經難以對它構成威脅了。此外，它的巡航速度接近1馬赫，也就是常說的音速水平。這一性能讓它既能實現隱蔽滲透，又能在任務需要時快速抵達或撤離目標區域，戰術靈活性相當出色。更關鍵的是它的航程 1.1萬公里的指標，這意味着它從中國內陸基地起飛，即可覆蓋至第2島鏈及更遠的戰略區域，同時還具備長時間留空執行任務的能力。彩虹7的定位是高空高速隱身察打一體無人機。察打一體4個字聽着常見，但與隱身特性結合後，戰術價值就完全不同了。它的機身集成了不少先進設備，機載有原相控陣雷達與電子戰系統，並未採用外掛方式，而是以共形設計與機身蒙皮融合，既保障了設備性能，又避免破壞整體隱身外形。機身上分布的光電及紅外傳感器窗口，也通過特殊多面體設計與鍍膜工藝，有效降低了光學和紅外信號特徵。受全隱身設計要求限制，彩虹7的所有載荷均需內置。它配備的內部彈艙，從機身尺寸比例來看，容積不會小於殲20戰鬥機的內置彈艙，這意味着它可搭載多種現役空對地精確制導彈藥，比如小直徑炸彈，也能裝載空對空導彈，具備基礎自衛與攻擊能力。不過，不少專業分析都提到，對於這類高價值隱身平台，打開彈艙投彈實屬萬不得已的選擇，因為這一動作會瞬間暴露自身位置，直接削弱它的核心隱身優勢。那麼，彩虹7的核心價值究竟體現在哪裡？答案其實是它作為信息節點的特殊能力。不妨設想這樣的場景：在潛在的高強度對抗區域，敵方構建了由先進隱身戰機、預警機及地空導彈系統組成的多層防空網絡，有人偵察機和非隱身無人機根本無法抵近偵察。此時，彩虹7的全向隱身能力就派上了用場。它在1萬米以上高空，借助自身雷達與光電系統，可以對數百公里範圍內的目標進行持續掃描。一旦發現水面航行的驅逐艦或是隱蔽部署的機動式導彈發射車，就能通過高速抗干擾的保密數據鏈，將目標精準的坐標、航向、速度等信息實時回傳至後方。接收這些信息的可能是地面指揮中心，
也可能是在安全空域巡航的歼 20S 雙座指揮機，而殲 20S 的飛行員獲取信息後，便可以指揮數百公里外保持無線電靜默的殲20機群，或是引導陸基、艦機發射的遠程巡航導彈，對目標實施精確打擊。整個過程中，彩虹七僅負責偵察與信息傳輸，自身並不參與攻擊，將暴露風險降到了最低。這就是軍事領域常說的 A 射 B 導或跨平台引導作戰模式。彩虹七在其中承擔了殺傷鏈中最靠前也是最危險的角色——滲透性偵察與目標指示。這種能力大幅延伸了己方火力覆蓋範圍與打擊精度，讓敵方縱深戰略目標再無安全可言。它的戰略價值遠勝於單純的火力投送。長期以來，轟20戰略轟炸機一直是中國軍迷關注的焦點，大家都期待一款能執行洲際核打擊任務的空中平台。關於它是否問世、何時亮相的討論從未間斷。而彩虹七的成功首飛，就從技術層面釋放了明確信號：中國已完全掌握了大尺寸飛翼布局、全向隱身設計、飛控系統集成等大型隱身轟炸機核心技術，研發類似 B-21體量的有人轟炸機，在工程層面已無根本性障礙。彩虹七的首飛成功，對於美國來說絕對不是一個好消息，因為它的隱身性能對標的是美國 RQ-180無人隱身偵察機。RQ-180在美軍屬於絕密，他們叫 Black Program 黑項目，美軍甚至從未正式承認過它的存在，外界對它的各項參數性能基本只能靠猜測。但有一點是各方的普遍共性：RQ-180僅僅是一款偵察機，並不具備任何攻擊屬性。長期以來，美國的無人機始終跳不出一個局限，要麼能偵察卻不能打擊，要麼能打擊卻不擅長偵察。而中國的彩虹七是一款真正意義上的察打一體無人隱身偵察轟炸機。前面也說了，它既可以執行隱蔽偵察和情報獲取任務，為遠距離火力打擊提供精準的目標指示，又能夠自主前出，僅憑隱身優勢滲透敵方空域，在完成偵察任務的同時實施防區外精確打擊，真正實現發現及摧毀。這一特性徹底打破了同類裝備偵察為主、打擊為輔的傳統格局。以彩虹七的搭載能力來看，它可以掛載鷹擊21超高音速導彈，專門威懾那些不請自來的航母編隊。從功能定位上，彩虹七堪稱是美國 B-2隱身轟炸機的打擊能力，與 RQ-180隱身無人偵察機的偵察能力的完美合體。不知道美軍看到彩虹七的亮眼表現後，會不會考慮對自家的 RQ-180無人機進行回爐重造？值得注意的是，彩虹七的發展之路並非一蹴而就。從2018年首次以模型形態公開亮相，到2024年真機正式公開展出，再到如今順利完成首飛，它的各項參數指標以及外觀設計都經歷了多輪迭代優化。就在今年早些時候，曾有人拍到過帶有垂尾的彩虹七試飛畫面，當時還有人陰陽怪氣的嘲諷，聲稱這是因為中國的無垂尾技術不過關，沒辦法才又把垂尾裝了回去。但事實並非如此，那次帶垂尾試飛其實是研發團隊為了獲取有尾與無尾兩種構型的飛行數據，通過數據對比，對飛機氣動布局進行進一步精調。而從這次彩虹七正式首飛的視頻中可以看到，它採用的是無垂尾設計，機身側面的特定位置正是此前安裝臨時垂尾的地方。此次首飛成功之後，彩虹七的研發工作還將持續推進，後續可能會逐步開展更多實戰化驗證項目，其中包括飛行性能包線擴展測試以及各型任務載荷的功能性能驗證工作等。另外，除了美國對彩虹七高度關注外，還有一個國家也一直在緊盯這款無人機的動態，它就是被網友戲稱為沙大戶的沙特阿拉伯。沙特與中國彩虹系列無人機的合作由來已久，自2014年起，沙特就陸續引進了彩虹4無人機。2017年，兩國又簽署了彩虹5無人機的生產合作協議。到了2022年的航展上，沙特更是直接簽下了一份價值近40億美元的巨額訂單，訂單內容包含300架無人機及配套生產線。儘管中方一再強調彩虹七目前仍處於研製階段，但沙特方面的態度卻十分堅決，不管這款無人機什麼時候正式定型交付，頭銜必須由自己拿下。
這也難怪，畢竟人一旦嘗過了真正的珍饈美味，就再也咽不下糟糠了，更何況是向來出手闊綽的沙特。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